以太坊升级后行情会怎么走？以太坊的杠杆正在降低吗？以太坊升级后汇率会转强势吗？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以太坊即将在今年4月进行下一次升级，代号是 Petra。过去以太坊总共出现了13次升级，可统计的12次里面呢，升级前2个月我们走上涨行情的就高达6次，走横盘行情的就高达6次。也就是我们在升级前2个月，我们要不是走上涨，就是出现横盘，我们没有在升级前出现过下跌，在过往的历史里面。那我们在升级后的1周呢，我们有非常大的几率产生下跌。在过去13次里面，我们就有9次是下跌的哦。由于 sell the news， 在升级过后呢，盘面就会面临抛压了。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以太坊在过往的每一次升级吧。以太坊的主网呢，是在2015年的7月30号上线的，升级的代号是 Frontier。我们在升级过后呢，才有以太网路可以用，所以我们在过往的行情我们是看不到的哦。所以我们总共升级了13次，但前2个月可以统计的行情只有12次。我们可以显著的看到呢，在升级后，以太坊就出现了下跌的行情，也就是 sell the news 的行情。那我们到了2016年的3月13号呢，我们出现了 Homestead 家园升级。我们可以发现哦，我们在升级前2个月，也就是在2016年的1月中，一直到升级这2个月的时间呢，我们很明显是走上涨多头的行情。那我们到了16年的7月20号，我们走了道的硬分叉。当时前2个月我们走的是震荡的行情，所以你可以发现哦，我们在升级前2个月很难出现下跌的行情。那我们到了17年的10月16号呢，是拜占庭升级哦。当时前2个月呢，也是走震荡的行情哦。那你也可以发现，我们在走完震荡之后呢，后面1个礼拜出现了很明显的下跌。在下一次升级呢，是19年的君士坦丁堡升级。当时在升级前呢，2个月我们走的也是震荡行情哦。不过我们在升级后，很明显出现了微幅的下跌。那我们到了2019年、2020年连续2个升级，一个是伊斯坦堡，一个是缪尔冰川升级。我们可以发现呢，在升级前哦，我们也是走震荡的走势。那我们在升级后呢，也是有出现微微的下跌哦。我们到了2021年的4月15号，当时是柏林升级。柏林升级之前的2个月呢，我们很明显是在走多头走势。那升级后的4天呢，我们也出现了非常显著的下跌。2021年的8月5号，我们是伦敦升级。当时升级前呢，我们走的大约是震荡的行情哦。那升级后呢，没有出现下跌哦。到了2021年的10月，我们当时是南门2升级哦。升级前也是走上涨行情，升级后并没有产生下跌哦。2022年，当时我印象就很深刻了，The Merge 合并，在升级前呢就炒得沸沸扬扬哦，所以我们在2个月前所走的走势就是多头走势，但在升级后呢有 sell the news 的状况出现，所以在往后的1个礼拜我们就是走下跌的行情哦。2023年的4月，坎昆升级哦，坎昆升级2个月前我们也是走多头哦，那升级后呢微微的震荡，没有产生太明显的下跌哦。那24年上海升级，你可以看到呢，我们前面也是走多头行情，那升级后呢，我们很明显的就出现下跌行情哦。那最后就是我们现在，我们即将在2025年的4月，那距离现在呢，大约是2个月的时间。我们现在在2个月前，根据过往的历史呢，在升级前2个月，我们非常有机会走震荡或者是上涨的行情。那我们在升级后的1个礼拜呢，非常大的可能性会出现 sell the news 的下跌哦。所以我们可以微微的期待一下我们后面的行情。那我也会认为呢，我们前面插的这根针啊，这根针，由于我们并没有站回3000左右的阻力，所以我们是有机会再往下做试探的哦。但我们不一定可以回到针尖的位置。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入金$100就送你$500的比特币或以太坊的仓位。那你赚到钱之后呢，你可以直接提币走。我们再观察一下，目前以太坊的杠杆衍生品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下降。你可以发现呢，以太坊在近期就有2次很明显的插针，还有很夸张的回调幅度。
我们都从4000左右的位置呢，一路跌到了2000哦。这种接近 50% 的跌幅呢，会有非常大量的杠杆都被清出市场。我们从衍生品的持仓量也可以观察到，在这2波的回调过程呢，有非常多的持仓都被平仓掉了，都下降掉了。那当市场上面的衍生品仓位呢比较小的时候，我们才比较有机会开启下一波的行情哦。由于市场的情绪已经降下来了，那衍生品的力量呢也下降下来了。我们再观察一下以太坊在交易所里面的流出，这里是统计的衍生品交易所。我们在以太坊暴跌后呢，出现了很明显的以太坊流出哦，这非常有可能表示呢，以太坊有巨金的仓位平仓掉了，而且把本金给抽出市场。那很有可能就表示他们在未来一段时间呢，也不会进行衍生品的交易哦。那市场的杠杆仓位也就会随之下降。那么在以太坊升级过后，有没有机会以太坊的汇率就变得强势呢？我认为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哦。以太坊在这轮牛市最重要的就是要吸引到传统金融还有机构的资金，如果没有，那么以太坊就很难走得强势。比特币在这轮牛市可以上涨这么多的关键，其实就是传统金融还有机构的资金。在比特币已经有相当大的市值情况下呢，如果单纯靠散户的资金，没有办法把市值价格再进一步推升。不过目前呢，传统金融还有机构是并没有认可，还没有认可山寨币区块链技术的价值的，也就是区块链技术的价值呢，在山寨币身上，机构和传统金融并不会认为它是有价值的，也不会愿意投入资金哦。你可以观察到呢，目前传统金融还有机构几乎没有流入资金到比特币以外的加密货币。我们看到传统金融还有机构，他们但凡有流入资金呢，绝大多数都是流入到比特币上面哦。那传统金融还有机构也不会以区块链的品质决定要投入多少资金哦。像比特币的区块链技术其实非常阳春，有非常多币圈的项目，它的区块链技术都要比比特币更成熟，都要比比特币更先进更好。但是资金流入呢，一样只有在比特币上面哦。那很多项目方呢，已经累积了非常高的市值哦。或许某些项目它有几百亿美金、几千亿美金的市值，但所产生的价值呢，却只有几十万美金、几百万美金。在传统金融还有机构的评估条件下呢，这就是不值得投资的一个项目嘛。因为像传统金融还有机构呢，他们很多资金都是在股票上面哦，但在股票上面呢，他们产生收益、产生正现金流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哦。比如说，你可以看到呢，以太坊它的市值啊，目前大概是3170亿美金左右哦。那我们可以寻找一下附近和它市值相当的公司，我们往下找哦。我们以比较保守、低估的方式去计算哦。我们拿艾斯摩，这是一家荷兰的公司，它是生产光刻机的，也算是晶片的供应链。目前它的市值呢是2860亿的美金哦。那艾斯摩尔一家有3000亿美金左右，和以太坊差不多市值的公司，它每年可以产生出非常可怕的利润哦，就高达276亿欧元。那欧元和美元的汇率呢，不会差到太多，也就是有3000亿美金市值的公司，它一年呢大约可以产生出276亿美金的价值的正现金流哦。但是以太坊在产生现金流的能力上面呢，就稍显不足哦。那区块链的技术呢，它能产生的价值呢，对于传统金融机构来说也是要打上问号。不然我们就会发现哦，这些区块链技术比较成熟、比较先进的项目呢，他们就会获得非常多机构还有传统金融的资金。但我们可以发现哦，目前传统金融还有机构的资金呢，都只有挹注在比特币上面哦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，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